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5月5号，视频来聊一下比特币短线是不是变盘向上突破了，以及等下利用这一张周线的哈希瑞本指标再来跟家人们讨论一下。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出这一个蓝色的 buy 的信号，历史上每一次出 buy 的信号，比如说长达1年多的底部，1月份出 buy 信号的时候，到现在你就算在2万追，目前也是有60%的利润，那更不用谈19年底部 buy 的信号，也是长达1年多没有给出来。所以这个指标中长线的投资者，你只要看这个哈希瑞本哪里会输钱啊？或者是15年比特币底部 buy 的信号，如果买进去，差不多也是有7800%的利润。那等下再来跟大家讲这个位置，短线会不会出变盘的信号？包括25K 比特币真的会再去测吗？但是横盘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，连这一个26K、27K 都不肯跌破，有没有可能在日线里面长的信号早就已经测过这一个颈线 25K 的一个支撑？等下来跟大家探讨。付款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，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帮你拉进 VIP 组，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盘面是这样子哦，变盘或者是不变盘，还是说时间是不是整理到位？我个人在看的，如果从这一根 K 线开始计算，到现在已经是48根了，48根都是在这个大箱体里面，动不动就是上冲下起，上冲下起。现在是短线目前有一个收敛三角的形态，那收敛三角确定要往上变盘吗？明天早上8点，如果这一根 K 线，昨天是有提到，它这边能来一根继续大涨的一根 K 线，有可能就是确定这一个收敛三角往上去突破。因为还有一些知识点是这样子哦，下方 MACD 指标我们可以明显看一下，就是现在的一个值，它是在很接近这一个零轴附近，它要破这个零嘛，零可是多空很重要的一个平衡区哦，就是整个中线来看，它到底会不会破这个零，我也是一直在观察，因为下方还有一条很重要的，就是主力的生命线是60MA， 然后短线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，今天早上拉升，它有几次拉升都是感觉是同一个主力，4个小时突然间的一个拉升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也是1个小时突然间的一个拉升，1个小时突然间的一个拉升，30分钟也是突然间的一个拉升，突然间的一个拉升，全部都是非常短的一个，就10几分钟或者30分钟的一个拉升，拉完的话，然后就让市场随机波动，有可能就是主力在这个位置高度控盘，也是不排除。但是它如果真的变盘，确定就是往上去突破，我们要观察。就是刚刚跟大家讲，明天早上8点，到底会不会给我收在这一个收敛三角的上方？如果收在这个上方的，也是不排除，有可能就是确定是不是变盘往上了，还是说这个位置时间要继续震荡一段时间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这一个周线哈希瑞本每一次败点的信号，比如说今年1月份也是长达1年多没有出这种买点的信号，像这种位置前面在底部的时候，希望朋友们去抄底。其实市场里面是有很多抄底或者是买点信号，在中线里面，特别是周线里面，买点是非常的准确，但是在日线里面，有时候买点的信号会相对错误率会比较高，所以也是希望朋友们尽量看它周线的一些形态，像这种有买点的信号也是长达1年多，买完的话，就算你2万买的话，到现在也是有60%的利润。然后最近一段时间也是一直在跟朋友们讲，最近是没有再出这个 buy 的信号，因为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周线里面有一个形态是这样子，上一次有跟大家讲过，比如说上一次拉高以后，它这边主力让市场随机波动，1周、2周、3周、4周、5周、6周、7周，就是这个区间我判断是一个整理区间。现在的时间跟上一次也是非常的像啊，1周、2周、3周、4周、5周、6周、7周，这边也是接近7周，但是上一次没有再出这一个蓝色败的信号。那最近会不会出，也是一直在观察什么时候会再出这一个蓝色败的信号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历史上比特币在比如说19年的底部也是长达1年多没有给败的信号，一波大空头熊市下来，第一次给败的信号到整个高位的话，这一波也是有
接近3倍的一个利润啊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几个 buy 信号的位置，比如说在这个位置啊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这边不是出了一个 buy 的信号。那我现在就在观察有没有可能1周、2周、3周、4周、5周、6周、7周、8周，这边是接近7到8周，所以也是在观察最近会不会出这种 buy 的信号。因为现在是整理了接近7周，也是在观察到底是不是短线要变盘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比如说疫情当时20年这一个位置出的 buy 的信号，其实你追进去利润，整个大长线也是有接近8倍的一个利润。这个指标在周线里面参考性是非常非常的高啊。我们也可以看一下2015年这个位置出的一个 buy 的信号，我们可以细心看一下，是在这一根哦，它后面涨上去也是接近有30倍的一个利润，参考性是非常的高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朋友在这个市场里面还是每天在短线，中线利润是非常的可观。包括去年2万开始下方重仓，希望朋友们重仓抄底到现在一直还是满仓的结构。所以有做对的情况下，我个人观点就是你尽量给我抱住，或者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，就是比特币周线里面这一个头肩底的形态，它长达1年多的这一个底部，当时在2个月之前，在这个位置区间的时候，就有跟朋友们提到，这边是有一个头肩底的形态，有可能回撤会往上去突破，然后现在是突破，但是它这个颈线目前都还没有回撤。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比特币在20年疫情的这一个底部，这边也是有一个头肩底，它3-4个颈线的一个压力位，一个是在这个位置，大约价格是在1万附近啊，然后这个位置也是这个位置，包括这个位置，3个压力位颈线的一个压力区，后面它突破完以后，它在周线里面有一次压回颈线确认的位置，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历史最高点6万9的这一个倾斜的头肩顶，这边有一条倾斜的颈线的一个压力，它也是3个低点的一个支撑区，这一个下影线的位置连到这个颈线的位置，它是一条倾斜的一个颈线的压力。后面它是反复测了几次，这边测了1次啊，2次、3次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日线的话，是测了3次，就是这3个位置啊。它破颈线完以后，马上就反了1次，测这个颈线，然后再反，然后下去再反，反了3次，颈线过不去，从 48K 一路蹦。然后参考历史的经验，在周线里面我们可以观察出来，就是每一次不管是底部还是头部，或者是其他的 M 头也好，或者 W 底也好，基本上历史上突破的位置都会重新再反，或者是重新再压回测试颈线的支撑或者是压力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周线是没有看到，就是它在测这一个2个高点的 25.2K 附近这一个颈线的一个支撑。但是日线我们可以细心观察一下，我是有发现哦，其实在当时硅谷银行黑天鹅事件爆发的时候，这边拉起来主力是非常的焦躁，就是根本就不给那一些在看空的人重新买入的机会，也是跟大家讲一定要做多，这个位置一定要重仓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一根其实早就已经突破了颈线，它这种压回来或者是这2根有可能就是早在日线里面已经重新测试过这个颈线，包括这一根上影线突破也是算是重新测试过。所以我个人也是在判断，如果它不压回来测试，就是周线里面不测试这个颈线，但是日线里面有可能早在这个位置都已经测试过，也是不排除有可能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在判断到底会不会再压回，也不一定会压回。但是短线如果要突破，我个人也是在猜最好是有量。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的虚拟量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虚拟量，虚拟量是有一点量的，所以明天收盘最好是能给我收在这一个上方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有图。